居然是五行同修，很好，你的身体本尊收下了。终于上当了，给我死！凌霄回来了，今天又打了一头鹿，真厉害啊！张大娘，晚上去我家吃鹿肉啊！不了不了，这鹿肉你还得留着卖钱娶媳妇儿用呢。我家大牛那小子要是有你这么勤奋能干，我就算做梦都能笑醒了。对了，大牛他们去哪里了？今天怎么没去打猎？差点忘了，今天好像村子里来了个什么仙人，就在大柳树下，你快点去看看吧。仙人？这世界还有仙人？我这就去。大娘，你先忙。无灵根，下一个。唉，还是没有灵根吗？修仙乃是逆天而行，有灵根者百里挑一，没有灵根才是正常的。唉，也只能盼着剩下的几个孩子成仙的福分了。凌霄，你这小子跑哪里去了？还不快过来见过张仙师！见过张仙师。叶哥，你先来测，据说有灵根的能成仙人。我还是去排队吧。你都来了，肯定你先来测呀。把手放上去就行了。那好吧。亮了亮了，凌霄这小子有灵根，他能成仙人了。无属性灵根还是下品下等。唉，罢了罢了，你可能是这村子唯一一个有灵根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仙师，我叫叶凌霄。叶凌霄，这名字因果太大，你以后还是叫叶15吧。敢问仙师，这名字难道有什么含义？没什么含义，这小子是我这个月测出的第15个有灵根的弟子。雷灵根，还是下品上等。好，好，好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愿拜我为师？我叫张大牛，拜见师傅。大牛，这名字平平无奇，欲成仙了道，自然得一个与之匹配的名字。以后你就叫万军吧，和雷霆万钧之意境。多谢师傅赐名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天黑前还要回到宗门。啊，不见了！好神奇啊！这就是仙法吗？好神奇，这就是仙人的手段吗？我真的也能成仙了？上来吧。这就是仙人吗？等我也会飞了，就来接我父母去享福。到时候我们一起来。万军天赋不错，用不了几年就能御剑飞行了。但是15不一样，这辈子都无缘御剑飞行了。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还请仙人解惑。你灵根太差，这辈子能达到炼气境界就已经是巨大的造化。然而想要御剑飞行，最少也得炼气5重天以上。师傅，这炼气境界又是什么？炼气乃是修仙境界，一共10重天，10重天之上就是筑基大能，可开山裂石。筑基大能就是仙人吗？和仙人差得远，不过对于凡人而言，和仙人也没区别了。那这天赋能提升吗？能提升天赋的，无一不是天地至宝。别说是你我，就算是我九灵宗宗主，甚至传说中的金丹元婴大能，也没资格享用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告诫你，仙师请赐教。
你的天赋到了宗门，只能从杂役做起。修仙界实力和天赋为尊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打杀。你届时好自为之。多谢仙师提点。张长老回来了。此子乃是我徒儿的好友，你给找个好差事。见过仙人，恭喜长老喜得爱徒，弟子了解，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差事。好好在此修炼。叶哥，等我安顿好就来找你。一切小心为上。哼，只是个外门长老，神气什么？有本事筑基呀！小子，这里的差事你选一个，这也是张长老交代才有的待遇，别说我没有照顾你。敢问仙师，不知道这3个地方是做什么的？灵兽堂自然是帮忙喂养灵兽的，灵矿场就是挖矿，属于苦活累活，而且这灵矿场有很多驳杂的灵气，稍有不慎，就有可能爆体而亡。那这灵药堂呢？至于灵药堂，你们杂役弟子就是负责试药，这些丹药可都是好东西，一枚都能抵得上你苦修几个月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去？试药？隔壁村刘郎中好像就是试药给自己毒死的。至于这养魔兽会不会把我吃了，怎么听上去最好反而是挖矿？这总管绝对有问题。弟子选择灵矿场。哼哼，你小子倒是聪明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随我来吧。赵师侄，这小子是来你们灵矿场挖矿的新人。你最近送来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。你小子就给3枚灵石，有人来就不错了。灵药堂可是给5枚。话说回来，这小子哪里得罪你了？你小子可是别胡说啊！我只是公事公办，给你输送人才。对对对，总管说的是。大虎，带这小子下去。好的，师兄。嘿，小子，随我来。小子，新人10天之后开始干活，1个月300车矿土，就算是累死你也得拉完。另外，挖到灵石必须上交，要是敢私藏，那些人就是你的下场。这是修炼功法，10天之后来矿洞报道。这就是修仙功法，居然还这么复杂。修炼了10天，居然才运转了20个小周天，1个大周天相当于49个小周天，而要修炼到炼气一重天，就需要1000个大周天。也就是说，我要5、6、10年才能达到炼气一重天。怪不得张仙师说我一辈子都无法御剑飞行。不过1个大周天就能将提升1公斤力量，只需要修炼几年，我就是武林高手了。先去矿场看看。以后每天来这里交矿土，另外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，师兄给你保管。我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。哼，没带？那这是什么东西？师兄，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物，不是什么宝物。哼，果然是垃圾货色。大虎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是哪里？鸿蒙开天地，造化运乾坤。鸿蒙空间，炼化天地万物，这难道是仙家法宝？可以提炼万物化作纯净的灵气。修仙最重要的就是灵气，有了这个，我御剑飞行有望了。不过，要怎么出去？
不管了，先去挖矿吧。至于炼化什么的，有机会再说。怎么回事？这土怎么这么硬？这还怎么挖？别说1天10车，1天1车都挖不出来啊！你新来的吧？你那凡俗的镐子可挖不动这矿土，我这里有更好的，要不要？这镐子好厉害！那是自然，这可是下品炼器法宝，师弟要不要租？1天10称矿土就够喽。什么？1天10称？怎么这么贵？贵？你不用这镐子1车都挖不出来。当然我也不逼你，不想要就还给我。我要。这就对了嘛，10车矿土直接交给大虎就行。又是大虎，我懂了。宗门给的镐子就是这个，他用凡俗的糊弄我们，再拿出这法器让我们自己多挖矿来抵，多余的矿土就是他的了。这天杀的畜生！等等，这灵石矿的矿土据说蕴含灵气，可以用来种植灵药，那是不是能被鸿蒙空间炼化出灵气？成了，真的能炼化，就是太少了，先多弄点儿。不知道这1车的量能炼化出多少灵气。这1车矿土蕴含的灵气，居然相当于之前我修炼7、8天，而且刚刚消耗的体力又恢复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那我用不了1个月就能成功炼气了，比之前节省了几百倍的时间。修仙，这才是真的修仙啊！1天就修炼了40个大周天。而且因为体力能恢复，还挖了40多车矿土。我剩下的18车矿土交给大虎应该差不多了。要是第1天完成任务，后续肯定要找借口给我加工作量。师兄，这是第18车土，我实在挖不动了。第1天就挖了18车，很好，剩下的这个月补上就行。多谢师兄。这小子是个挖矿的好苗子。再养几年，怕是1天就能挖30、40车矿土了。有了这些功高，你小子每个月都能多兑换1枚灵石了。嘿嘿，那得多多亏了师兄你的照顾，这灵石有8成您的。不得不说，虽然平时的活累一些，但是这伙食是真的不错，而且还不限量。不过也是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挖矿嘛。师兄，给我再来5盆饭带走。1车矿土能炼化出2道灵气，这1大盆饭才1道灵气。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，这样下去用不了1个月我就能成功炼气了。先睡觉，明天继续干活。不过15天我就600多大酬天了，1周天1公斤力气，这挖矿速度比之前快了好几倍。1天最少70、80车矿土，这地方是别人的噩梦，但却是我的福定啊！你小子就是叶凌霄，听说你刚刚入门就1天能挖17、18车矿土。师兄有何指教？师兄我叫刘宗宏，入门7年，功法已经520大周天了。以后每天你给我5称矿土，这样我就罩着你。不过你要是拒绝，不是我不想给你，我每天得给大虎师兄20车矿土。要是数量不够，他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哼，大虎，20年才从杂役成外门的废物，也配和我比？况且，宗门任务是10车，剩下的都他小子贪污了。只要多余10车，最多挨顿揍。要是你不给我，最多挨顿揍，说的轻巧。1个月前，大虎才打死了一个师兄，这刘宗宏也不是人，明知道我会被打死，还要来打劫我。可恶的狗东西！我也600多个大周天了，要不趁没人把他杀了。大虎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
大虎在哪里？哼，就这实力还学人家打劫，得尽快处理了这废物的尸体，不然被人发现我就死定了。这一次怎么多了2个颜色的光球？这绿色和金色的难道不是灵气？不管了，吸收看看再说。这鸿蒙空间总不会害我吧？这是识海，这绿色的居然是灵魂之力，那这金色的是什么？火属性灵气，我的灵根不是没有属性吗？难道说这金色灵气是灵根炼化出来的？只要吸收，我就能获得灵根？那岂不是说我想要多少种属性就能有多少种属性？而且，这灵根等级还能提升，那我以后别说是中品、上品，就算是传说中的极品灵根也能获得。看来我的目标不能是能御剑飞行了，是成为筑基大能，甚至金丹大能。这刘宗宏7年才500大仇天，大虎20年才炼气，我的实力提升这么快，若是被人发现我就死定了。看来以后能不离开矿洞就不离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灵石，这是灵石，挖了15天，终于挖到灵石了，就是不知道这灵石一块蕴含多少的灵气量。炼化了那刘宗宏，只是获得了10几道灵气，这1枚灵石居然炼化出来了7道灵气，相当于几10车矿土了。这灵石周围的矿土灵气比其他地方的浓郁不少。对了，矿土的灵气来自于灵石，也就是说，我只要沿着灵气多的地方挖掘，挖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。别人无法感应矿土的灵气多少，但是鸿蒙空间可以啊。这附近矿土的灵气比周围的多不少，肯定有灵石。真的有灵石，寻常人几个月才能挖到1枚，我1天就能挖到好几枚。这样下去，我修炼速度能提升好几倍。炼气一重天，入宗仅仅1个月，居然就成功突破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不知道要吓死多少人。今天要结算矿土了，我还差80车，只能拿1/10单位的灵石凑数了。毕竟1个单位的灵石，据说能换1000车矿土，但蕴含的灵气只有50车等矿土的量。都来7年了，居然连600车矿土都挖不完。王成，编造40给他长长记性。哼，好的，师兄。师兄饶命！师兄饶命啊！小子，你这个月可是差了足足80车矿土，准备好和他一样受罚了吗？师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居然是灵石！你小子运气不错嘛，可惜小了点儿，不过也能抵100车矿土了。这个月你过关了。多谢师兄，那我先回去休息了。这个月来，除去修炼用的灵石，我还攒了25个单位的灵石。主要原因还是吸收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挖矿速度了。宗门的基础功法等级还是太低了。据说外门有个坊市什么都卖，看来可以去一趟买一部高等级的功法才行。那大虎狗贼这个月克扣了我100多车的矿土，等我实力超过他，就想办法把他给宰了。
这才是我想象中的宗门啊！果然，灵矿场不过只是杂役弟子才会去的地方。修仙界实力为尊，只有强者才会受到尊重。出售上品丹药，出售精品法器。坊市果然热闹，只是我身穿杂役弟子的衣服，要是拿出20多枚灵石，肯定会被盯上，得换一套衣服。出售上品丹药，出售精品法器。那是什么？魔修尸体大甩卖，价格实惠，需要宗门积分的，快来看！尸体都卖，这人不是邪修吗？师兄，你看那里，怎么还有人卖尸体？这是修炼魔功之人的尸体，被宗门弟子斩杀之后，可以去换取宗门积分，积分可兑换传说中的筑基丹。筑基丹，不错，正是炼气巅峰突破筑基需要的筑基丹。这丹药只能使用宗门积分购买，1000积分一枚。但是要是买魔修尸体换的话，需要2000灵石才够。什么？这么贵？我的傻师妹，这还是宗门福利了。要是拿出去的话，那些散修能花3、4千抢购。居然这么珍贵，那为什么宗门不多炼制一点？不多炼，那应该是缺少材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筑基丹这么贵，怪不得张仙师炼气巅峰都20年了还没能突破。不想了，筑基丹离我太远，还是先找功法吧。这些功法怎么买？下品功法3块灵石，中品功法7块灵石，上品功法10块灵石。要的多可以优惠。上品才10块灵石，居然这么便宜。师弟应该在想为什么这么便宜吧？这些功法都是其他宗门的低级功法，而且还能拓印，薄利多销嘛。既然如此，我要3部上品，最便宜多少？3部上品，那就买2送1，只要20块灵石。太贵了，15块。哈哈，成交。可恶，价格好像给高了。师弟要哪3部随便挑。就要这3本了。过来瞧，过来看，报废法器便宜出售，10斤只要1块灵石。报废法器。对了，鸿蒙空间什么都能炼化，那这些报废法器应该也能。1块灵石10斤，这么贵，这价格都快赶上成品价了。就是，炼气师买回去重艺，就算成功，成本都回不来。我这是公道价，不要的给我走开！这位师兄，这些全部加起来5块灵石如何？5块灵石，我这里有100多斤，虽然便宜了点儿，不过还有的赚。哈哈，成交，5块就5块。操，价格又给高了。麻烦师兄给我包起来。好说。这藏星楼还真不错，宗门弟子都能随便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这样也给我节省了不少麻烦。得快点回去把东西炼化，不知道这一次收获如何。炼化！法器里面居然也能炼化出金色的灵根之气，吸收！金属性灵气，我的灵根变成了金火双灵根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带有属性的东西，都能炼化出灵根之气。就是这等级太低，只有下品下等。不过这灵气居然炼化出来了几10道，相当于30枚灵气蕴含的灵气量了。看来这个月多挖一些灵石去换这些废料，直接吸收灵石性价比太低了。给我破！吸收了刘宗宏的灵魂之力，居然让我几天的时间就把这拳法修炼到了大成，火灵诀和风灵步也修炼到了精通，就连境界也达到了炼气2重天。就是所有的灵气基本都耗尽了，
得多多弄一些矿土和灵石了。最近邪门了，我换了几个矿洞，发现里面的深度比上个月深了好多米。我那里也一样，难道是那些快炼器的师兄最近都跑来我那个区域挖矿了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挖矿挖的好像太多了，已经引起不少人的怀疑了。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早晚被人发现我的异常，难道只能放弃挖矿？哈哈哈哈！叶师弟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不好，难道被发现了？要不现在就宰了他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也无法活着走出宗门。师弟，吴总管找你有大好事。吴总管，他找我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有的朋友叫大牛的？大牛他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没事儿，就是他师傅成功筑基了。什么？张仙师筑基了？哈哈哈哈！不错，所以你兄弟也升为内门师兄了。吴总管来是要让你换个差事。这可是大好事啊！走，快随我出去。叶师侄来了，别来无恙啊！见过吴总管，弟子很好。本总管一看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，所以让你来这里历练几个月。现在正好可以委派你重任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差事？走吧，我们路上说。嘿嘿，师弟，你到了外门，可得想着你师兄我啊！放心，师兄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就算死，也不会忘记了你。外门灵药堂的刘大师最近缺一个使唤弟子，正好我就想到你了。能成为他的使唤弟子，可是寻常外门弟子都求之不得的事情，你可是得好好干。弟子知晓。刘大师可在？我是杂役堂总管吴勇。原来是吴总管，大师正在闭关炼药，不知您来所谓何事？这位是新来的使唤弟子叶凌霄。多谢总管，刘大师可是已经催了好多次了。刘大师，这位小仙师是吴总管送来的使唤弟子。怎么就是个杂役弟子？大师息怒，这叶师侄可是我杂役院的翘楚，绝对能做好你给的差事的。哼，杂役能有什么翘楚？我看你们杂役堂就是看老夫境界只有炼气5重天，不把老夫放在眼里。大师说笑了，这绝对没有。罢了，你滚吧，人留下。那我就告退了。老王，带他熟悉一下，把差事交代清楚。叶小仙师别担心，刘琦大师性格如此，只要好好做事，不会有事的。那要是出错呢？那麻烦了。上一位使唤弟子就是被刘大师活活打死的。活活打死？不过那是因为上一位使唤弟子打扰了刘大师炼药，叶小仙师只要小心点就没事了。可恶，又被那吴勇给卖了。对了，这些是刘大师这3个月来炼废的丹药。这些废丹里面丹毒有6成，而且都是上品丹药，所以1枚出售价格在3枚灵石。废丹，那不是会毒死人吗？怎么还能卖钱？非也，废丹只能毒死同阶修士，但是对高阶修士没有太多影响。原来如此，废丹中有丹毒，那我要是用鸿蒙空间把丹毒炼化，只保留原本的药效，是不是就能变成正常丹药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废丹你怎么不去出售？叶小仙师说笑了，小人不过一介凡人，要是离开院子，就会被当场打杀。对了，你的衣物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在你的房间里，我带你去。环境倒是比矿场好很多。这一次也算多亏了大牛了，不然短时间内只能躲在矿场了。这就是废丹吗？蕴含的毒素果然多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炼化出其中的毒素。若说是可以，就能轻松赚取灵石了。丹药的品质分为废丹、合格、良品和精品，丹毒越少，品质越高。可是这3枚丹药里面居然没有丹毒，难不成是传说之中的完美级丹药？
宗门之中，即使是精品丹药，也没有几个人能炼制。这丹药若是被人看到，绝对是大的灾祸。看来以后要留一部分单独。剩下还有3枚废丹，不知道弄到良品的话能卖多少灵石。只要一次少出售一点，我就能赚取大量的利润。这可是比在矿场挖矿舒服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访视看看。不管如何，先把剩下的丹药拿去处理了。这刘琦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当，别给他找到动手的借口。有鸿蒙空间的我，安稳提升实力才是王道。没有实力，所谓的尊严不过只是笑话。好多的灵药，这要是全部炼化了，得多少的灵气？不过真要是动手，怕是瞬间就被打杀了。九灵堂，按照老王说，出售丹药就在这里了。这位师弟不知要买丹药还是药材？这几枚丹药，你看看多少灵石？上品丹药，品质良品，价值30枚下品灵石1枚。居然这么贵！废丹的话只是3块灵石，也就是10倍的利润，而且单独炼化出来的灵气也有10多道，仅仅灵气就回本了。师弟觉得如何？好，那就这个价，给我全部换成废丹。全部换成废丹？师弟，你确定？自然确定。你这里没有废丹不成？有，就是这价格可能稍微贵点儿。同样上品废丹需要3枚灵石。等等，3枚灵石，这好像是出价，也就是说回收的话绝对卖不到3枚。可是刘琦让我1颗废丹必须卖3枚灵石，那不够的岂不是要我补？可恶，帮他干活没有薪水就算了，居然还要搭进来钱。这钱从哪里来？怕是得去找其他的事情干。就这稍有不慎，还要被打杀。那吴勇把我弄来这里，8成是要借刀杀人。到时候大牛就不会知晓我被他卖到灵矿场的事情了。师弟还要吗？需要什么废丹？换成能提升修为的就行，种类随便。没问题，师弟稍等片刻。这些丹药只能去访视卖了，另外得弄个储物袋了。鸿蒙空间又不能暴露，在以后买的东西要是多，总不可能抱着吧？这使唤弟子的身份也挺好用的，一次性卖30枚丹药也不会被怀疑。只是这储物袋只有1丈的空间，但是居然得300块灵石。好在我这一次赚了900灵石。出售残缺灵药，价格只要正常灵药的3成价。残缺灵药？对了，丹药之中有灵气，灵药之中肯定也有，甚至量更大。你这里的灵药我全要了。全部要？那最少得300灵石。好，我全要了。师弟大气，这些灵药是你的了。刘大师，所有废丹都卖出去了，这是18单位的灵石。数量不错，没想到你实力不行，能力倒是不错。刘大师过奖了，我同乡的师傅是内门长老，就是再多的废丹也是他一句话的事情。你还有这层关系，那吴勇也算干了一件人事。既然如此，我这里还有10枚废丹，你一并卖了吧。这狗东西见我有利用价值，是一点也不客气。不过居然才10枚废丹，剩下的难不成都炸骨了？那弟子告退。下去吧。鸿蒙空间，炼化所有药材。木系灵根，而且直接达到了下品上等。若是我集齐5行属性的话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。所有灵气炼化之后，境界也已经提升到了炼气3重天。只要灵气足够，用不了1年，我绝对能达到炼气巅峰。这转化废丹简直就是暴利。不过以后量越来越大，还是得隐藏身份才行。叶小仙师留步，刘大师让你去采买一些药材，这是灵石和储物袋，另外里面还有上一位使唤弟子的笔记，你可以看看。上一位使唤弟子的笔记？操，这特么不是卖功日记吗？
还真的要自己补差价。这老王给我这个，是在暗示我也去杂医院挖矿赚钱？叶小仙师手头若是紧张，也可以去试试。我知道了。还好我有鸿蒙空间，不然即使来到这里，怕是也要回去挖矿赚钱。这修仙界果然是人吃人的地方。客官来我珍宝阁，不知需要买些什么？这里有上品丹药10枚，你给估个价。品质不错，我珍宝阁愿意花150灵石全部收购。再加上我这里的300单位的灵石，全部给我换成上品和中品的废丹，种类随便。没问题，客官稍等片刻。每一家都卖一点丹药，的确不容易被人发现。虽然麻烦一点，但是却也收获不小。200多枚丹药卖了4000块灵石，绝对够我凑齐5行灵根了。这位师弟又来了，需要些什么功法？师兄，你认出我了？你没有修炼隐匿类功法，加之师兄我学了一些关气术，所以才能认出来。原来如此。所以师弟可以卖一部隐匿气息的功法，我这里可是有很多哦。好，那我要几部筑基法。师弟说笑了，筑基法只有炼气巅峰才有资格修炼，外门内门最高只能修炼炼气极品功法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我来几部炼气极品的功法。多少钱一部？极品的即使最便宜也得50灵石一部。师弟要什么属性的？5行属性都要，另外还要一部剑法和一部隐匿气息的功法。5行都要？师弟你莫不是要5行同修？有何不妥吗？师弟有所不知，5行同修所需的灵气量是丹灵根的几10倍，所以一般拥有5行灵根的都只会修炼其中一种。师兄误会了，我就是借鉴一下。那就好，既然如此，师弟可以要这几本功法。师兄告辞。这位师弟，这里就是我九灵宗妖兽堂的屠宰场，这里的妖兽可都是最新鲜的，甚至连筑基妖兽都有。你看看你要多少？给我来3000灵石的。哎呀呀，原来是大客户，3000灵石的妖兽没问题，需要送到哪里？我给你4000块灵石，多余的1000灵石，你给我全部换成储物袋放进去。师弟稍等。这么多妖兽尸体，可惜我灵石不够，不然全买下来，怕是能炼化，让我实力提升到筑基的灵气。师弟，你的妖兽尸体。多谢。这几千灵石购买到的物资足够我短时间内使用了，就是不知道5行属性的灵根若是凑齐，会有什么异象。这些5行属性的材料，再加上那些妖兽尸体炼化出来的灵根之气，足够我的5行灵根升级到中品灵根了。也不知道融合出5行灵根的决定是好还是坏。行。这就是5行之气，这强度至少是之前的7、8倍。还好我找了这个僻静的地方突破，动静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发现。不管如何，先试试看刚刚学会的剑法威力如何。刘大师，这些是您要的药材和出售之后的灵石，你看看对不对？很不错。小叶啊，你身上灵气怎么紊乱？难道你已经突破炼气境界了？不好，忘记这老东西是炼药师，肯定也修炼了关气法。对了，这刘琦肯定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入门，大概率也不会问。我若是说我入门不到3个月，他定然会怀疑我有什么机缘。还是大师眼力强，弟子入门3年，勉强到炼气1重天。
3年就练气了，那你这资质可以呀，40岁之前进入内门绰绰有余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最近1个月别打搅我，我要炼药。弟子告退。这五行同修居然如此消耗灵气，这10天时间就将5400灵气全部炼化了，但是境界居然只是堪堪提升到炼气4重天。要是寻常人吸收同样的灵气，早就达到炼气9重天了。不过，这一次居然还从那赤炎灵石之中炼化出了赤炎灵火。据说这东西能大幅度提升火系术法杀伤力。先去测试一下我现在的实力如何，然后再去多弄一些灵气，不然这无底洞一般的消耗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。8000公斤，居然这么轻！我的力量到底有多强？你们看，赵师兄和刘师兄打起来了，还有戏看！师弟，你输了。师兄果然好手段。谁还要上来挑战？此人的动作好慢，可是看气息似乎已经炼气6重天了。难不成我的实力已经远超他了？要不试试？反正这外门也没认识我。我来试试。师弟，你一个外门弟子，你确定要和我动手？师兄，我可是下手重。师兄不用担心，请。既然师弟不怕，那就拿出你的武器。我就用了火属性灵气，居然就把他秒了。要是用5行灵气，实力怕是要更加强大。这一次看来赌对了。收购各种废丹和损坏法器和损坏灵药，价格全坊市最高。上品废丹收购价3块灵石，这价格赶上店铺出售价了。是啊，这周围的店铺怕是都要拿过来卖了。还有损坏法器这些居然也收，这人不怕破产？师兄，你看看这丹药值多少？7枚废丹，都是中品，加起来2块灵石。真的这个价？那我也要出售。还有我的，我也有丹药。这位师侄，听说你收购灵土，你看我这些土能值多少钱？这是极品灵土，10升1块灵石，这里应该有3000升，那就300灵石。哦，师弟，你确定？我这可是用过的灵土，你看好了。什么？用过的灵土居然还能卖这么高的价格？是啊，我记得用过的灵土灵气量只有1/10，但是价格却是正常灵土的1%。自然看清楚了，用过的灵土按照正常灵土1/20的价格收购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这用过的灵土性价比可是比没用过的高很多，而且最主要里面蕴含的土属性灵根之气一点不比完整的少。此话当真？那师弟你在这里等我，我灵之峰还有很多灵土，马上给你送来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位好像是灵之峰的长老吴峰，炼气9重天的强者。怪不得有这么多的灵土，不过他又回去拿灵土了，这老板不知道吃不吃得下。哈哈哈哈！师弟，你看看这些灵土价值几何？这是黑金矿土，这可是筑基灵土，而且还有4000升。这样加上储物袋2000灵石，就这个价。不过这灵石嘛，自然是现在给，这里正好2000灵石，师兄你点点。师弟果然爽快，不知师弟下次什么时候来？下一次15天后我准时来，而且不仅是废丹，就算是炸炉之后的废渣也能拿来出售。什么？炸炉的废渣也收？真的假的？废渣可是没人要啊！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看来得去收购一些废丹和炉渣了。不过别到时候花了大价钱收了一堆废品，到时候他不出现，我们岂不是亏大了？总不可能吴长老也和他一伙吧？难说。嘘，小声点。
吴长老还在。此人气息连我也无法看透，但是从行事作风看，应该不是筑基修士。不是筑基，却有这么多的灵石，难不成有什么大机缘？还好老夫给他的储物袋上有印记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秘密。师兄，你跟着我这么久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？哈哈，师弟说笑了，我不过是正好顺路而已。师兄看我像是傻子？这小子实力看上去并不弱，师弟误会了，我这就走。这吴峰八成是想要又黑吃黑，若非这里是宗门内部，将他杀了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罢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况且他下次还能给我带来不少的材料。炼气4重天巅峰，这实力提升起来越来越慢了。不过我3个月就达到了这个实力，若是传出去，怕是会引起轰动。到时候估计金丹修士都得来对我动手。看来这九灵宗也不能多待了，找个机会离开吧。换一个宗门应该会安全不少。叶小仙师，您回来了。内门仙师刘万丁来找您，现在刘大师正在接待，让你回来之后马上去找他。大牛来了，我这就去。没想到小叶和师弟你的关系这么好，还劳烦师弟来看他。叶哥那可是我过命的兄弟，要不是他父母，我早就死了。对了，师兄，叶哥在这里没给你添麻烦吧？小叶很不错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师弟你修炼的敛息法不错啊，我居然看不出你炼气几重天，果然不愧是筑基大能的徒弟。大师过奖了，我入宗才3个月，现在基础功法也才300大周天，哪里是什么炼气修士？3个月？那小叶是比你早入宗不成？没有，叶哥我们2人一日入宗的。大师，有什么不对吗？3个月，这怎么可能？小叶身上的气感绝对已经炼气1重天了。大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一些事。那小子修炼这么快，绝对有问题，怕不是身上有什么秘宝，亦或者在矿场挖到了传说之中的上品灵石不成？而且从这万军的意思，2人入门之后就没见过了。那小子说他找万军出售丹药也是假的，他一个挖矿的杂役能炼出那么多灵石，绝对有问题，肯定是真的挖到中品甚至上品矿石碎片了。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大牛，叶哥，你小子怎么不说一声就来找我了？当然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啊。对了，最近过得不错吧？我可是听说那吴勇给你安排到矿场了，你怎么不来找我？不说他了，你小子看上去挺不错啊，撞了这么多。我师父说雷系适合炼体，就给我弄到炼体峰了。天天锻炼不说，功法没有修炼到入门不准我下山，不然我早就来找你了。那看来以后我就能靠你罩着我了。好，你们聊，老夫炼药去了。小子，希望你的秘密比我想象之中的好一些，可别让老夫失望啊。等一下让小叶来炼丹房找我。对了，叶哥，这是我师父给我的修炼资源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你拿着。不行，我不能拿太贵重了。大牛师傅刚刚筑基，肯定不富裕，这些物资至少也是大刘1个月的资源，加起来都30-40灵石了。你和我还客气什么？快点拿着。好，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。你我兄弟有福同享。对，有福同享。你以后要是也发达了，也别忘记兄弟我啊。哈哈哈哈。我先回去了，等下个月我再来找你。没问题。若是有时间，我去找你也行。叶小仙师，刘大师让你去炼丹房找他。有说找我什么事吗？回小仙师，没有。这刘琦该不会知道大牛和我关系不错，肯定会给我资源，所以准备勒索我吧？哼，希望他别做什么自寻死路的事情。大师，你找我？大师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。我还真不知道，还请大师明示。还在装蒜？你的好兄弟已经和我说了，你和他同一天入门，可是有变异雷灵根的他才300大周天的炼体境界，而你却已经炼气。说吧，你身上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你觉得我有什么秘密？你小子能修炼速度这么快，肯定是在矿场挖到好东西了。
是上品灵石吧？只有上品石蕴含的精纯灵气，才能让一个下品灵根在短短3-4个月提升到炼气1层。没想到居然被你发现了，那你准备怎么做？居然被我猜对了，真的是上品灵石，太好了！即使只有1%个单位的上品灵石，也价值100万下品灵石啊！放心，只要你交出来，老夫保证将你培养到内门弟子水准。大师是觉得我很蠢吗？上品灵石的价值，你以为我不清楚？怎么，你小子不交？那老夫只能将你的灵魂抽出来搜魂了。你这人虽然讨厌，但是我也不准备杀你。可惜，哼，杀我？老夫虽然是炼药师，但是却也是炼气5重天。你小子居然敢口出狂言，找死！五行同修，炼气4重天巅峰，这不可能！你说说你，非要逼我杀你，这又是何苦呢？都一把年纪了。就算给你上品灵石，你还能筑基不成？你必不能杀我！你杀了我，你也会被执法堂杀的。这你就用不着操心了。一个炼药师就好好炼药，又不是缺钱，天天剥削杂役弟子的那几块灵石做什么？有这算计的时间，多炼一枚丹药几10倍都能赚回来。你这种人就是纯坏，比大虎都要恶心几倍。这刘琦对别人抠搜的要死。对自己倒是挺大方的，这1丈的储物袋可是最少1000灵石一个。这储物袋炼化之后，居然能让鸿蒙空间扩大，而且这灵气居然比之前更加纯净了。御剑飞行需要炼气5层，我虽然才4重天。但是以我的灵气强度，绝对达到标准了。之前也学了一部御剑飞行的法术，正好试一试。这一次的收获倒也不小，至少让我知道了鸿蒙空间的进化方法。看来我这个空间的潜力还有很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狗东西死了，怕是瞒不住多久。看来得尽快赚一些钱，然后逃走了。不过最好在走之前，营造出我也被杀了的假象。不然会连累到大牛和村子的人。不过好在这炼药师几个月不出门，也没有人怀疑。见过师兄师姐，我是刘大师的使唤弟子，不知2位前来招待不周，还望恕罪。哼，老子用得着你招待？我的丹药呢？不好意思，师兄，大师闭关时候没有交代这个，这样3天后我给你送过去。3天？小子你在逗我？让我等3天？你小子居然敢躲开！找死！师兄住手！师兄，这位师弟只是奉命行事，你用不着下杀手吧？不过是个外门弟子，杀了就杀了。我们今天还要去青云镇，你杀了他，执法堂肯定要来追究，那样就错过任务了。哼，小子，这一次算你运气好。哼，要不是师妹给你求情，看我不宰了你！3天之后我回来要见到我的丹药，不然你就等死吧，小子！多谢师姐救命之恩。我能救你1次，救不了你2次，你以后小心刘云。哼，这刘云和他爹刘琦一样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虽然嘴上说着给我3天时间，但是等3天后我真的去送丹药，绝对要为难我。到时候不动手被羞辱，甚至被杀；动手就会暴露，还是被杀。所以说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这3天内做了他。对了，他们刚刚说要离开宗门，那最好就是在宗征外解决了他，谁也不可能怀疑到我头上。恭送流云仙师。哼，凡俗的垃圾也来挡道。这畜生连个凡人都不放过。这件事我会禀报在执法堂的，只是执法堂可能不会追究。这个我知晓，宗门自然不可能为了一个凡人追究封主弟子。这就是修仙界，他来到这里，估计也早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了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好一个吃人的修仙界，从上到下都只会吃人。也是，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提升实力。看来我也得好好学学。
先找一个地方问问看这青云镇在哪里，然后提前去镇子等着。仙人，这是仙人，仙人来我们镇了。谁知道青云镇在哪里？仙人，我知道，青山镇就在西边300里的地方，我去买一过货。多谢。多谢仙师，多谢仙师。前面就是青云村了，我的速度绝对比那2人快不少，还是等等他们吧。先看看这2人来这村子做什么再说。2位仙人，这里就是我们青云村闹邪祟的人家了。我们村的人都被里面的邪祟杀完了，就剩下一些老弱妇孺了。一个区区邪祟而已，看我如何灭了他！师兄你小心，这邪祟的气息并不弱。别担心，师兄我可是很强的。给我滚出来！哪里来的2个小鬼？找死！可恶的狗东西，居然敢偷袭！找死！师兄，这邪祟是炼魂9重天，我们不联手不是他的对手。一起动手，只要拖他几秒，我就能制服他。就这实力，也来学人家斩妖除魔？哼，你上当了！哼，真以为我九灵宗的情报有误？大爷，我赶来，自然有十足准备。上品镇邪符，没想到师兄你居然还带了这东西。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十足准备。不错不错，没想到刘云你还有点脑子。你是谁？为何认识我？自然是杀你的人。本想着你被那邪祟杀了，就不用脏了我的手了，可惜了。想杀本大爷？大爷，我先宰了你！师兄，你不要过来！这是镇邪符，好像坊市有卖已经封印了鬼魂的，都是那些魂熟或者炼药师会买。既然有鬼魂，那岂不是也能炼化出灵魂之气？这女的和我倒是没有仇怨，若她被邪祟杀了也就罢了，可是既然没死，那我也不好杀了她。好好照顾此女，若是她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全村都得陪葬。上仙饶命啊！小人一定好好照顾这个仙师。这刘云的麻烦算是解决了，可是刘云好歹是封主弟子，他死了宗门绝对会追查到底。最近和他接触的人都会受到排场，刘琦也不例外。我回去肯定会被盘查，到时候刘琦的死加上我的境界暴露，我就死定了。可是我若是直接离开，那也会被怀疑成为邪修混入宗门。虽然可能性极低，但是只要有一丝可能，就会连累大有。看来
只能这样了。吸收了这女鬼的灵魂之力，还有之前那些妖兽残存的微量灵魂，我的灵魂等级也提升到炼魂7重天了。不过这灵魂强度居然比功法秒手的炼魂巅峰都不成多让了，应该是鸿蒙空间炼化出的灵魂之气太强的缘故吧。魂修境界比修仙境界更难提升，整个九灵宗达到筑基级别的魂修不到5。刘琦何在？宗门执法堂弟子前来，还不速速出来相见？这么快就来了吗？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哼，这刘琦还不出来，不过只是个外门炼药师，也如此不知尊卑。师弟慎言，这刘琦虽然是外门炼药师，但若是他突破到6重天，那就是内门炼药师了。你我还是别得罪的好。见过两位师兄。你是什么东西？让刘琦出来，我执法堂找他。两位师兄息怒，大师正在闭关突破，正是关键时候，我也不敢打扰。不能打扰，他弟弟刘云死了，他是最大嫌疑人，不出来那就视同凶手。什么？刘云师兄死了？两位师兄稍等，我这就去叫刘琦大师。大师，你要做什么？别啊！哼，这小子也算倒霉，这就是杂役的命。不好，那刘琦跑了。区炼气5重天的炼药师而已，也想在我们手下逃离？追！这刘琦速度居然这么快，看来应该是服用了暴气丹。这么说来，那刘云肯定就是他斩杀的了。师兄，你先回去禀报宗门，等他气力没了，我就弄死他，带他回去。你小子可别跟丢了，到时候剑锋房主追究下来，执法长老都护不住你。居然一个人来追我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5星灵气，这不可能！哼，炼气9重天，也不过如此。脏水算是甩到刘琦身上了，毕竟很多人都知晓他和他弟弟关系很差。这样一来，我也能安心离开九灵宗，去闯闯了。等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居然把我的神魂锁定了。若非我灵魂境界突破，还察觉不到。追魂印，只有宗门核心弟子才会有的追魂印，他居然是核心弟子，这下麻烦了。这追魂印据说会锁定凶手的位置，不过只能定位到方圆10里。我躲在某个城镇，应该就找不到我了。不对，若是那九灵宗丧心病狂屠城，我岂不是害了一座城？对啊，我可以躲回宗门方士啊，坊镇都是隐姓埋名的，谁知道我是谁？而且宗门弟子众多，想要大排查，基本不可能。等真的查到我，追魂印早就失效了。事不宜迟，得等宗门还没反应过来赶回去。你们是说，你们找到杀我徒弟的凶手，然后却让他跑了？此事的确是我的徒儿托大，这件事我执法堂会给封主你一个交代的。哼，若非看在你徒弟现在也死了的份上，今日老夫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那贼子杀了我徒儿，我徒儿已经下了追魂咒，只要我催发这追魂咒，老夫将会亲自去将他捉拿回来。追魂咒在宗门？好，好，好！这孽畜胆子不小，居然又回到我九阴宗来了，好胆！哼，回到我九阴宗了，这小子怎么敢的？孙长老，你执法堂能抓到他吗？难啊，追魂印精度不够，只能锁定在方圆10里。除非我们能将整个宗门全部排查一番，可是还没排查1/10，追魂印估计就消散了。不过封主放心，我执法堂一定想办法尽快抓到凶手。这九灵宗虽然有弟子镇守山门，不过镇守的基本都是外门弟子。我炼身术已经修炼到了大圆满，想发现我基本不可能。对了，下面就是矿井了，先找老熟人算一算当初的账。你是谁？大虎师兄，这么快就记得我了？哎呀呀，这不是师弟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想师兄了吗？走，
我请师兄喝酒去。喝酒吃饭，哈哈哈，那感情好。师弟你发达了啊！师兄说笑了，赚了点小钱而已，正好有大买卖和师兄你谈。我们走吧。师弟啊，你说有大买卖找我，是什么歹卖？自然是买你的狗命了。师弟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哼，当初若非我有大机缘，早就被你弄死了。放心，你只是第一个，还有其他人等着和你一起上路呢。师侄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报答一下总管将我卖了2次的恩情。师侄误会啊，这是宗门的规定，与我无关啊。我给你的可都是肥差。肥差？什么肥差是九死一生？杂役弟子就是这样。一开始灵矿场的确是我不对，可是后面跟着刘琦，那可是真的好差事。哼，那又如何？这吴勇的话或许也没有骗我，这杂役弟子在九灵宗也就是消耗品。这唯一的根源还是这修仙界的人太过狠毒，我只有比恶人更狠，才能在这修仙界活下去。这就是内门坊市。原本以为外门坊市已经不错了，现在看来外门和乡下也没区别。在这里，估计更容易买到大量的废丹吧。不对啊，这里怎么一个摆地摊的都没有，都是店铺？难不成在内门收购东西，只能去这些店铺，或者自己开店？可是开店的话，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吧？地气阁，难不成是开店用的？进去看看。道友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九灵宗内门坊市目前空吃的楼阁里面最大的了，绝对是坊市的核心地带。那价格如何？稍微有些贵，1个月500块灵石的租金。不过好处就是可以3个月一付。好，这是3个月的租金，我先租3个月。自然可以，契约什么的，我下午给道友送来，道友可以把名字改了。这九灵宗也是奇怪，按照刚刚那地气阁管事所言，这内门坊市据是有不少隐姓埋名的外来散修，也不怕混入敌对宗门从内部破坏。不过想想好像也正常，九灵宗最强不过筑基7重天的宗主，这种宗门自然不可能拥有护山大阵。同时这些散修到这宗门，也能贡献大量的灵石和材料，而且这样一来，也就方便我了。先招几个伙计和掌柜吧，不然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。极品鉴定师月俸50块灵石，万柳阁的大掌柜的月历也不过只是60啊，而且这分红居然1300。月历50，比我之前的珍宝阁还高10块。可惜那珍宝归主是个蠢货，听信那周通谗言，竟然辞退了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来这造化阁试试。老夫乃是之前灵宝阁大掌柜，前来应聘。上品火灵丹，而且还是精品品质。若是拿出去出售，最少能卖1200块灵石，是寻常火灵丹的30倍价格。若是我造化阁的丹药不限量供应，而且只是70%价格，1个月你能卖出多少的流水？70%。若是真的不限量供应丹药的话，1个月最少能卖出5万块灵石的丹药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从今天以后，你就是这造化阁的大掌柜了。我不过问你如何管理。只要你按照70%的价格，尽可能的给我多卖出去丹药，并且把账目给我算清就行。好了，下去吧。阁主放心，我齐远一定将您给的差事做好。既然如此，属下告退了。造化阁，这是卖什么的？这店铺可是空置很久了，据说租金1年都得6000灵石，那不是能买好几枚筑基丹？诸位，今日是我造化阁开业第1天，所有丹药市场价7折。3天以后恢复为8折。什么？同样的品质只要70%价格？真的假的？管它真的假的，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要是真的，那我得买1枚之前买不起的驻颜丹。上品聚气丹良品，居然真的只要50块灵石！哈哈，250块灵石的良品火灵丹，有了这个丹药，我的火属性灵气能凝练1成。诸位买回去的丹药随便去验证品质，若是不对，全额退款。
这生意还挺不错，这样我就能安心修炼了。阁主，这10天造化阁所出售的丹药总量为1241枚，总计出售灵石为35741枚。这是账目，请您过目。好强大的灵魂之力，这阁主居然是魂修，而且绝对是炼魂巅峰，甚至有可能达到阴魂境的魂修强者。不错，账目很清楚。这个月卖出的灵石若是能超过10万，我额外给你1000灵石作为奖励。另外，放出消息，造化阁大量收购废丹，高出市场价2成。多谢阁主，属下这就下去办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10天就出手了3万多的灵石，而且这些丹药都是我之前在外门坊市收购的废丹，成本不到1/10，得再去收购一些。哼，那小子居然骗我，这都1个月了还没见他，难不成我被做局了？我可是收了好多灵土啊！这不是吴峰师兄吗？你也来了？哎呀呀，这不是师弟吗？你终于出现了，你可是让师兄我好等啊！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之前有事耽误了几天，师兄这一次又带来什么好东西了？这一次师兄准备的是1万升品质不下于黑金灵土的筑基灵土。这老东西之前跟踪我，这灵土不会有问题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先验验货。师弟，你这是信不惯师兄我？师兄你说笑了，只是上次我买了你的灵土，不少人说你是托，给我的是空袋子。今天就让所有人知道，你和我可没关系。师弟别！哼，师兄，你来卖灵土，怎么3成都是石头？你是卖石头还是卖灵土？师弟，你当真一点面子不给师兄我留？给你留面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小子，你找死！我可是灵芝峰长老。若非你是宗门长老，刚刚那一脚你就死了。可恶，这人居然如此强大，难不成是半步筑基的强者？好了，你这里灵土有7000升，20升1块灵石，一共350块灵石。不对，不是10升1块灵石吗？爱卖不卖，我就出这个价。卖，这就对了。谁会跟钱过不去？哼，师兄下次还来吗？来。哼，贱皮子，要不是这里是宗门，直接斩了你。师弟，您看我的这飞剑虽然是炼器极品，但是才买了不久，这500灵石的回收价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能不能给600灵石？我真的急用。这声音有点熟悉啊，好像是张仙师。他来造化阁出售飞剑，难不成突破筑基之后，准备换一个好点的？去看看。张师兄，这个价格已经是市面上最高了，毕竟你看这剑已经磨损这么严重。唉，罢了罢了，500就500吧，剩下的灵石老夫再凑凑。齐老，你先出去吧，张长老我来接待就行。原来是造化阁主，失敬失敬。张长老客气了，请坐。张长老出售武器是准备换一把筑基法器吗？唉，阁主说笑了，老夫出售这武器是为了应急之用。哦，应急之用。张长老为宗门内门长老，什么急事急策到需要出售使用法器？当然，我也就问问，若是不方便，长老可以不说。唉，不瞒宗主，是为了我那徒儿。你徒儿，他出什么事情了？师弟，我刚刚晋级筑基，需要在9峰之中选一峰加入。谁知道就是因为这件事，为我们师徒惹上了祸事。这和你徒弟有什么关系？当初9峰峰主当初都来拉拢我，其中就有剑锋，因为老夫修炼的乃是剑道，本应加入剑锋最为合适。只是我那徒儿是雷灵根，是炼体的好苗子，所以你加入了炼体峰，然后剑锋找你麻烦。不错，
剑锋乃第一大锋，我的行为落了他们的面子。恰逢上个月，剑锋锋主的弟子被其哥哥所杀，我徒儿事发前去了他哥哥的院子探望好友，所以他们对你徒弟做了什么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剑锋大长老上门强行带走我徒儿，等我再见到他，已经只剩下一口气。我散尽家财，也不过勉强护住他的命。要让他活过来，除非筑基中品的通脉丹，不然这辈子就是废人了。哼，好胆！阁主，您这造化阁主好强的气息，他难不成是某一封主？他该不会和剑锋主是朋友吧？不好意思，张长老，本阁主一向对这种事情很厌恶，让你受惊了。你徒儿现在在哪里？造化阁主问我徒弟为何，这应该不影响我出售法器吧？我只是想要和你做个交易，你做我造化阁的供奉，1年我给你1000块灵石的报酬，你给我做10年，我再赠送你1枚通脉丹，你看如何？1000灵石1年，这价格对于筑基而言的确不算高，只是现如今谁也不想为了我得罪剑锋，我现在似乎只有眼前一条路了。多谢阁主，我们师徒一定报答阁主的恩情。好了，你去把你徒儿带到我这里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师弟我就告退了。剑锋，好一个剑锋！明知道大牛连炼气都没有入，居然迁怒于他。好，很好，我叶凌霄若是不灭了你剑锋，枉为人！道友不知是需要购买什么丹药？筑基中品的通脉丹多少钱1枚？我只要肺腑。那可是治疗经脉受损用的，这种丹药用废丹会起反作用啊。这个你不需要管，我只问有没有，有多少枚？自然有。通脉丹整个宗门只有我万柳阁的万柳大师能炼制，因此即使是废品也价格贵些，1枚要1000灵石，3枚的话您给个2500就行。我全要了，这是5000灵石，剩下的你给我全部换成废丹。呵呵，道友稍等片刻，我马上来。这炼制丹药是真的暴利，即使是基本没用的废丹也这么贵。不过这筑基中品的丹药就只有这万柳能炼制，那筑基上品极品的丹药岂不是买不到？既然买不到，那我不如自己炼。客官久等了，这是您要的丹药，都在储物袋里面了。东西不错，告辞。此人的实力连我的鉴定术都看不穿，难不成是一个阴魂境的魂修？宗门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强者？这一次算你叶哥我害了你，放心，你的仇我会给你报的。这丹药之中，我冲入了一些雷系的灵根之力，正好足够让你的天赋提升到中品灵根了，而且破后而立，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造化阁，你师父托我救了你。师父救了我。对了，之前我被抓到剑锋了，既然是您救了我，那我大牛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。交易而已，用不着报恩。你好好养伤，伤好了之后好好修炼，在这里用不着担心剑锋的人来。师父你来了。经脉竟然全部好了，而且灵根也升级了，大造化呀！阁主给你的丹药绝不是寻常丹药，你小子这一次可是走大运了。对了，师父，之前那剑锋的说刘琦杀了刘云，那叶哥呢？他没事吧？死了，刘琦院子里的所有人都被他杀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叶哥怎么可能死的？你要看开点儿，修仙界就是如此。刘琦，剑锋，我要你们死！唉，痴儿，这小子叫这么大声做什么？你叶哥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不过现在你我还不能相认，因为你我实力都太差了。这炼药师据说没有3-5年无法入门，
不过我有鸿蒙空间的灵魂之气，这灵魂之气能大幅提升我的悟性，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尽快学会炼药。炼药有3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将药材提炼成为药液，纯度越高越好。第2个步骤则是将这些药液与融合，过程不能有丝毫偏差。至于第3个步骤，则是将融合药液提炼为丹药，成丹之后按照单独占比区分品质。不管是哪一个步骤，都需要炼药手法，还是先将所有的炼药手法学会再说吧。封主，坊市来了个造化阁主，居然胆敢收留那张道远和他徒儿，而且他徒儿已经被救了回来，这绝对是打我剑锋的脸啊！造化阁主，什么来头？他怎么会有通脉丹的？不知道，是突然出现在内门坊市的，有可能是外来散修。哼，我让你废了那张道远徒弟的经脉，就是为了让他去找万柳大师卖身买丹药。他一个外来散修，居然敢横插一脚！封主，我这就去给那所谓的造化阁主一点颜色看看。很好，让他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。若他真的是外来散修，直接斩杀。属下告退。弟子拜见师尊。吴峰来了，来这里有何事？我可是听说那造化阁主非同小可，有可能是丹峰峰主假扮的，为的就是打压万柳大师。绝不可能，其他人不知道，我可是了解丹烟子那老东西的性格，懦弱的很，真敢和万柳叫嚣。不管如何，我剑锋似乎也没理由得罪他。那万柳虽然嘴上说和我剑锋一体，实则不过只是左右逢源的小人罢了。这个我自然知晓。那师父，你还为了他得罪造化阁主？哼，那造化阁主敢落我剑锋的面子，不管他如何强大，都将是我剑锋的敌人。好了，这件事你别管。那林无涯不配为我九灵宗宗主，等为师我成为宗主，你就能获得金丹宗门的入宗名额。你是为师的骄傲，好好下去修炼才是你该做的事情。这个弟子知晓。不过即使没有这个名额，我也有绝对的信心，在百宗大比之中加入神霄宗。很好，这才是我柳如风的弟子。下去吧。弟子告退。在灵魂之力的加持之下，我的悟性提升了数十倍，对药材变化的掌控力也提升了数十倍不止。不过只是半个月，居然就炼制出了炼器上品的丹药。按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2个月，我或许就能炼制出筑基级别的丹药了。快跑！怎么回事？楼下这么喧闹做什么？难道有人来找事？给我砸！狠狠地砸！哼！住手！张道远，你敢对我剑锋弟子动手，这下神仙也救不了你了。此乃内门坊市，宗门规定，任何来店铺捣乱之人，可就地斩杀。哼！我剑锋弟子能和其他阿猫阿狗相提并论？就你这实力，还想阻挡老夫？哪里来的废物，敢在我造化阁放肆！阁主，好了，下去吧。你就是造化阁主，敢坏我剑锋的好事，你是打算与我剑锋为敌不成？为敌？就凭你也配？你是阴魂境的魂修，你真的是丹颜子？
老夫是谁用不着你操心。废物一个，也来丢人现眼。实在抱歉了，阁主，这件事是老夫惹下的祸事，却让造化阁受到了报复。老夫这就带着徒儿离开造化阁。怎么，你想赖账？没有，阁主误会了。打扫干净，好好做事，其余的事情我会解决。阁主，那剩下的这2个小子呢？留一个活口让执法堂来带走，另外给执法堂的人丹药多打2折。属下知晓。师弟见过孙长老。这是剑锋的楚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来我造化阁闹事的，所以被我造化阁主斩杀。放肆！楚长老可是我宗门长老，他怎么敢的？师兄息怒，我造化阁主说，执法堂弟子为宗门日夜操劳，所以嘱咐以后执法堂所有人来买丹药的话，价格打5折。什么？所有丹药都打5折？此话当真？师弟，你可是别骗师兄我啊！自然是真的，而且丹药管够，想要什么都能定制。那我就代表执法庭谢谢造化阁主了。这楚生他们交给我就行，下次有人闹事，直接给我传讯。孙清，你执法强敢动我剑锋弟子！峰主别误会，杀你剑锋之人的是造化阁主，我只是来送人的。你说杀？楚生他人呢？那自然是死了，尸体已经通知其后人认领了。什么？死了？那造化阁主呢？你们执法队没抓回来？哼！峰主是教我执法堂做事，你的人去闹事，按照宗门规定被杀也是找死。孙清，你什么意思？哼！刘如风，老夫叫你一声峰主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我执法堂不是你剑锋的，你若是再让峰内弟子去造化阁闹事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那造化阁主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居然如此维护他，甚至不惜与我翻脸。没什么好处，不过只是给我执法堂所有丹药打5折而已。哼，5折？他能有那么多的丹药卖给你执法堂？别到时候没几天就说丹药没了，届时你还得去求万柳大师。这个就不劳峰主你操心了，万柳大师可没你这么小心心，只要给钱，他什么都卖。好了，话我也带到了，告辞。造化阁主，好，很好，等我掌控了宗门，就让你死。终于晋级到炼气8重天了，灵魂也达到了炼魂巅峰。只是想要提升到阴魂境，就需要融合铸魂材料。我的灵魂强度太高，这寻常的铸魂材料还无法承载我的神魂。也不知道齐老采购到我需要的材料了没？见过阁主，我让你收购的筑基上品铸魂材料收到了没？唉，属下无能。这个级别的铸魂材料太珍贵，我只是打听到哪里有而已。有消息就行，哪里能买到？炼制铸魂丹的主要断魂草只有万柳大师有，因为他这些年都在研究如何炼制铸魂丹，虽然没有成功过，但是材料都被他垄断了。很好，那铸魂材料也有消息吗？据说几年前宗主获得了一块黑煞魂石，乃是筑基上品的铸魂材料。以阁主的身份，只要开口，宗主应该会卖个人情的。辛苦了。另外这个月卖了多少灵石？回禀阁主，一共卖了13万块灵石，其中7万换成了您要的材料，剩下的6万都在这里。只是按照行情，我们还亏了3万。丹药都是我炼制的，成本不过3万，何来亏本一说？原来如此，是属下自以为是了。好了，我出去一趟，守好店铺。现在我虽然能斩杀寻常的筑基，可是对上林无暇这个筑基7重天的强者，还是差不少。希望别节外生枝。
师尊，内门方士造化阁主来访。造化阁主，终于来了吗？冒昧来访，还望宗主见谅。不知阁主前来，可是我九灵宗有何不捉到的地方？宗主客气了，老夫前来只是为了求那黑煞魂石而已。哦，黑煞魂石，难不成阁主准备重铸魂基？不错，不知宗主可否割爱？条件由宗主你提。既然阁主需要，送给阁主又何妨？无功不受禄。宗主若是需要丹药，尽管说，任何精品丹药都可以。什么精品丹药？那不知阁主可否能炼制精品筑基丹？筑基丹？可是你这徒儿需要。不错，我这徒儿已经炼气巅峰，因为底蕴不错，所以寻常筑基丹不足以让他突破。可是那精品筑基丹，就连万流也炼制不出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用精品筑基丹和你换。阁主说的可是真的？您真的能炼？自然是真的。阁主可有筑基丹的药材？有，材料都在这里，一共5份。很好，等我3个时辰。五行灵气，阁主居然是五行同修，怪不得我感觉他的境界似乎还没达到筑基。师傅，这五行同修很强大吗？非常强，即使是筑基1重天，也能轻松击败筑基5重天。真的是精品筑基丹，这是黑煞魂石，阁主收好。交易完成，剩下的筑基丹药材，老夫就拿走了。阁主客气了，这些药材怎么比得上一枚精品筑基丹来的珍贵？有了这丹药，我这徒儿就能完美筑基，届时在百宗大比上就能轻松加入那金丹大宗、神霄宗了，这可是大恩啊！哦，不知这百宗大比是怎么回事，还请宗主解惑。阁主不知，看来阁主应该是从其他域来的吧？这百宗大比是我神霄域的神霄宗举办的盛典，能在大比脱颖而出的弟子，皆可入神霄宗。我九灵宗每次有10个名额。哦，还有这等盛典，那不知老夫能否给我那不成器的弟子讨要1个名额？需要什么条件？宗主尽管提，10枚精品丹药都不是问题。阁主客气了，寻常精品筑基丹最少价值5万灵石，这价值就算是2个名额也不成问题。1个月后出发之前，阁主让你的弟子来这里集合便是。宗门大比都不用参加。既然还有宗门选拔，那就按流程来。我那徒儿可不想我给他走后门，这样一来，宗门内也没有人敢嚼舌根。果然不愧是大师风范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强求。此乃我宗门核心弟子令，阁主让高徒20日后带着令牌来内门演武场选拔就行。那老夫先告辞了。师傅，这造化阁主的炼药水准比起万柳大师如何？万柳，给这造化阁主提鞋都不配。这造化阁主绝对是筑基极品炼药师，不然不可能炼制出精品筑基丹。筑基极品，万柳大师才上品啊！这还是保守估计，寻常筑基极品也炼不出这等丹药。所以这造化阁主的实力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，他最强的应该是魂修。这造化阁主炼药水平如此强大，你刚刚为何不直接将他请入我九阴宗来？这等大师，我九阴宗可没有什么资源能留住他，强求反而会起反作用。他只要多在我九阴宗1天，对我九阴宗就只有好处。还是师傅你想的周到。好了，这丹药你拿好，回去好好突破。那李无风已经突破筑基，你得在大比上彻底击败他。师傅放心，徒儿告退了。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这神霄宗据说老祖是半步元婴的大能，为方圆万里最强大的宗门。若是我能加入，就不会连区区筑基上品的铸魂材料都买不到。
而且最主要的是，到了神霄宗就没有人认识我了，我也用不着和现在一样，一直隐姓埋名的生活了。此地乃是曾经阁，可有宗门令牌？我乃造化阁主弟子叶萧，这是我的核心弟子令。原来是造化阁主弟子，老夫曾经阁长老赵玄，前2天还去你造化阁买过丹药。见过赵长老，我是来这里找几部修炼功法的，不知这里最好的功法在哪里？师侄稍等。这些就是宗门最好的功法了，居然都是中品和上品的功法，我能全要吗？全部要。师侄，你修炼得过来吗？而且玉简不能带走，只能在这里看。也就是说可以，没事，不过10部功法而已，最多几天也就入门了。几天？师侄真会开玩笑，几天最多只能记住内容。不过既然师侄这么坚持，那就请便吧，只要不把玉简带走就行。5天时间勉强感悟到精通，看来还是得回去多多修炼才行。师侄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真的修炼入门了？刚刚的气息居然同时有5种功法的运转路线，这怎么可能？师叔，你果然慧眼如炬，勉强入门。真的入门了？师侄，你没有和我开玩笑？自然是真的。好了，师叔，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吸收灵魂之力修炼的话，应该能尽快将功法全部修炼到大圆满了吧？只要将敛息术修炼到大圆满，就算是面对筑基巅峰，他也看不出我的深浅。五行剑斩！这融合了5种属性的五行剑斩，威力果然强大。使用鸿蒙空间的灵气所凝练的炼气8重天真元催动的话，一招下去绝对能将寻常筑基3重天劈死。不过这灵魂也到了极限，是时候去找那万柳大师了。这万柳阁比那宗主大殿都要繁华不少，看来这万柳赚了不少钱啊！不愧是拉拢了宗门9成炼药师的人。这次来找他买药材，希望顺利，别给我搞什么幺蛾子。等大比之后就可以离开九灵宗了，到时候也用不着和现在一样一天换几套衣服。大师，你说好的要给人家筑基丹的，这都几个月了，怎么还没给人家？前不就刚刚给了剑锋主的徒弟1枚2品筑基丹，这段时间又在和那造化阁竞争，根本抽不出时间炼药啊！大师，你可是金丹大宗出来的炼药师，那造化阁主居然如此不识抬举，还敢和您抢生意，要我说，宗主就应该把他赶走。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多久了，等林无涯成为宗主，就是他的死期。可是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？就不能先教训教训他，不然再等下去，那些个炼药师都要跑造化阁去了。我也知道，可是这不是找不到机会吗？大师，造化阁主来访。他来做什么？下战书不成？说是来求断魂草的。断魂草？难道他要炼制铸魂丹不成？大师，这机会不就来了？不管他要断魂草做什么，就告诉他本大师暂时没空，让他等我3个时辰。时间到了就说我没空，让他明天再来。属下知晓，这就去告知他。阁主实在不好意思，万柳大师正在炼药，你可能得等几个时辰。等几个时辰？我看是晾我几个时辰吧。这个大师没有这个意思。齐老你应该认识，上个月他的酬劳为3500块灵石，
你若是到我造化阁，只多不少。什么？3500块灵石，我1年都没这么多啊！所以，你的选择呢？以后小人就是阁主您的手下。对了，这万柳阁的那些炼药师，你应该都认识吧？给我引荐一下，告诉他们只要入我造化阁，俸禄翻倍。呵呵，阁主放心，我一定将所有人都给您挖到造化阁。赵长老、吴长老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此人是谁？万柳大师，不是说正在炼药吗？怎么反而在这里修炼？你就是造化阁主，吴长老，你们这是准备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我不成？大师说笑了，人往高处走。造化阁主炼药水准比你强，给的钱比你多，我们自然知道该怎么选。好，好，好，很好。既然如此，都给我死！阴魂境3重天，不对，5重天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原本我无意和你为敌，此次前来也不过是为了合作，只可惜你不识抬举。这怎么可能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只能是不给你面子。现在可以好好谈了没？谈？老夫需要和你谈，给我死！筑基极品灵符，不好！这是金丹强者的攻击，而且来自于万柳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尊不会造化阁主和万柳大师打起来了吧？他若是要重铸道基的话，就要铸魂丹。铸魂丹的材料只有那万柳大师有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在此地不要走动，为师去看看。怎么回事？那造化阁主怎么会突然消失了？空间法宝？你怎么可能有空间法宝？没想到你居然有2张筑基极品的符箓，也是以你的财力，有2张符箓倒是也正常。只可惜，还是杀不死我。阁主饶命，老夫之前冲动了，你放过我，我给你10万，不对，100万灵石。你死了，你的东西都是我的。这林无涯来的还真快。万柳大师人呢？被我宰了。什么？你敢在宗门行凶，找死！你就是柳如风了吧？早就想要会会你了。大师，快住手！神魂化形，不可能！师弟，你怎么了？那万柳用筑基灵符想要杀我，被我宰了。你也准备杀我不成？大师息怒，我师弟只是一时冲动。看在宗主的份上，我饶他一命。多谢大师。只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万柳不肯卖我铸魂草，还想杀我。还好老夫有保命灵符，就是可惜整个万柳阁的所有炼药师都和他陪葬了。什么？炼药师全死了？那可是我九灵宗9成的炼药师啊！我原本已经他们全部招入我造化阁，还给了一共10万灵石的预付款，现在好了，全被炸没了。这么多！好了，宗主若是不相信，大可来造化阁找我算账。这造化阁主居然有如此恐怖的神魂修为，如此强大的神魂之力，可是不能让他离开我九灵宗啊！哼，蠢货一个，整天就知道争权夺利。九灵宗若是你来管理，早就被灭了。原本正愁没有借口弄死你，
既然师弟你这次找死，那就别怪师兄我了。师弟呀，让你不要招惹造化阁主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？剑锋峰主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死了？师弟联合万柳要袭杀造化阁主，却被造化阁主反杀了。什么？你宗主你还不下通缉令？哼，此事错在我师弟，以后谁再敢说这话，如同叛宗处理。也是，能杀了柳如风，那造化阁主绝对非同小可。是啊，绝对不能得罪。这次万柳和宗门的炼药师都死了，不过好在造化阁主说了，造化阁的丹药折扣依旧。太好了，只要丹药供应足够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那剑锋的要是闹起来怎么办？彻查剑锋和这一次事情有关的全部斩杀。使用燃魂丹，强行将神魂提升到阴魂境的副作用居然这么大，看来这一次宗门大比去不了了。不过算了，反正林无涯也会给我名额，还是先修复灵魂吧，顺带将神魂提升到阴魂境。这些炼药师的储物袋和资源就是多，这一次空间已经达到了30丈的宽度，这炼化出来的灵气也比之前的浓度提升了至少3倍不止。这样一来，我的修炼速度和灵魂之力带来的悟性加长都能提升3倍不止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去神霄宗之前，我的境界应该能提升到炼气巅峰了。不过，还是先将魂修境界突破了吧。筑基中品的完美品质铸魂丹，希望让我一次性突破阴魂境界。我的灵魂强度已经达到了阴魂境5重天的标准，魂修本身就能轻松越级杀敌。我现在就算对上筑基7重天强者，也绝对能将他的灵魂瞬间震碎。是时候离开九灵宗了。阁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最后的一批丹药全卖出去了，一共13万灵石，其中8万灵石全部换成了资源，都在这里了。我闭关这1个月，宗门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回阁主，最近1个月宗门都在清理剑锋之人，其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剑锋峰主的弟子李无风居然是邪修，打伤了执法堂弟子之后逃走了。据说这些年宗门失踪了很多弟子，都是被他血祭了。哦，那个李无风据说不是九灵宗大师兄，为人随和，对师兄弟很不错吗？怎么会是邪修？是啊，李无风我也接触过，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，的确看不出他是那种人，着实没想到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好的，阁主，那我告辞了。那柳如风，我虽然将他重伤，却并没有杀死。那林无涯看来也不是什么善茬啊。这李无风风评那么好，突然变成邪修，怕是其中也有猫腻。罢了，一切和我也没关系了。百宗大战即将开启，我也是时候离去了。走之前，最后见一面大牛，给他留点东西。阁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最近状态如何。另外，我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，给你送些东西，里面是一些丹药和灵石，你和你师父留着用。阁主，这太珍贵了，你救了我不说，还杀了剑锋峰主，为我和我兄弟报仇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不能再要你的东西了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有了实力，日后才能为我做事。可是，
没有可是，好好修炼。阁主放心，我一定努力修炼。师侄就是造化阁主的高徒叶宵了吧？是的，弟子见过宗主。师侄无需客气，这些是我九阴宗参加百宗大比的弟子，到了神霄城，你们可以相互照应。不好意思，宗主，老夫来晚了。吴长老来得正好，这些弟子就由你护送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出发了。是非洲啊！真的是非洲，我还没做过呢。此番路上凶险，这一张护身符你拿好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用。我知道了，师尊，弟子去了，你保重身体。这符居然是筑基极品灵符，只是里面为何有着林无涯的灵魂气息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和我没关系。小雪也走了，接下来就没有需要顾忌的了。我本将你当做我九灵宗未来的宗门候选人，只可惜你跟错了师傅。造化阁主，你毁我九灵宗基业，那我就用你的神魂换取一些资源，这样你我就两清了。属下拜见黑魂使。你发来的消息可否属实？真的有阴魂境5重天的炼药师？千真万确，属下亲眼所见。这等神魂，本尊若是炼化，定能突破到煞魂境。你将他找来，若是属实，本尊将赐予你大机缘。黑魂使放心，我这就将他叫来。不好，那造化阁主已经离开了宗门。什么？离开了？一定是你这废物打草惊蛇了！使者饶命！我这就将那造化阁主交好之人叫来询问，肯定能问出他的位置所在。若是找不到，就用你九灵宗抵命！拜见宗主。宗主让我们师徒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张长老，那造化阁主离开宗门去了哪里？你们可否知晓？阁主离开宗门了吗？我们也不知啊。那造化阁主不是和你们师徒关系不错吗？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？宗主有所不知，阁主只是为了对付柳如风才帮助我们的。废物两个，居然什么都不知道！和他们废话做什么？直接搜魂！哼，人跑了都不知道，要你何用？使者饶命，他还有个徒弟，我知道他徒弟的位置。你没机会了！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
傅！我杀了你！哦，紫云玄雷是个炼制傀儡的好材料。这小子有个失踪的好友叫叶凌霄，而那造化阁主的弟子叫叶萧。难不成这叶凌霄就是那造化阁主的弟子，所以他才对这一对师徒这么上心？可那叶凌霄才入宗不到1年，为何林无阴记忆之中已经炼气8重天？难不成那造化阁主早就收了那小子为徒，入九灵宗也只是想要借机加入神霄宗？这样就说得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要在这里守着，那小子一旦知晓宗门出事，绝对会带着他师父赶回来，到时候就能将他们师徒的神魂都吞噬，正好还可以用这九灵宗所有弟子给我补充魂力。魔气，那是魔气！不知为何，总感觉心中有些不安。不会是要发生什么事吧？师弟，你在这里想什么？不去休息一下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这一次去神霄宗会不会顺利。对了，师姐，你应该也才17岁吧？居然就已经筑基了，这等天赋，就算是在金丹大宗也是顶尖天才了吧？师弟，你天赋不是也很强？我情况不同，我师父用了很多丹药才给我提升上来的。那也得有天赋才行。对了，我来就是提醒师弟你，别被那些师兄带影响。修仙者当以修仙为重。我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不过恕我直言，若是九灵宗继续如此下去，距离灭亡也不远了。唉，我也和师父说过，但是不知道为何，师父从未在意这些事。只是一味让我修炼而已。话说，师姐和你师父关系很好吗？我从小就是师父养大的，自然很好。师弟问这些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问问而已。好了，师姐，我先去修炼了。这就是神霄城，好雄伟的城门啊！这神霄城筑基遍地走，金丹强者都有不下100人，到了城里都给老夫低调行事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站住！百宗大比期间，入城的宗门出示信物，以防止魔修混入。将军，我等是九灵宗之人，此次前来参加百宗大比，这是宗门令牌，请过目。还真是九灵宗的。你们宗门都被灭了，还有心情参加百宗大比？什么？宗门被灭了？什么情况？我们才出来几天啊！不可能，宗门怎么可能被灭了？是啊，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将军，我们九灵宗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收到急报，你们九灵宗7天以前就已经被黑魂宗灭门了，无一人生还。黑魂宗？那可是我神霄域第1魔门呐！被黑魂宗盯上，那宗门肯定真的灭门了。我们现在成散修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师父也死了？无一人生还？你的意思是，所有人都死了？小子，你在质问本将军不成？是又如何？这小子才多大？怎么会这么强？师弟，别冲动，这里是神霄宗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宗门看看吧。要回去你们回去，我可不想回去送死。是啊，那可是黑魂宗，谁知道他们走了没有？就是，现在回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没想到你们居然如此贪生怕死，宗门可是有你们的师父和亲人。你说的轻巧，现在回去人都死光了，我们回去有什么用？这位长老说的不错，我神霄宗弟子已经前去查看，
而且这一届百宗大比你们可以继续参加，并且有优待。什么？还能继续参加，而且还有优待？太好了！这样我们岂不是也有很大可能加入神霄宗？你们居然觉得宗门灭门给你们机会入神霄宗是好事？你们还是不是人？好了，师姐，我们当务之急是先回去看看。师弟，你等等我！